核电厂一年一度的带孩子上班日，整个广场人满为患。老莫吃着烤肠询问好基友莱尼：“你小子啥时候当爹的？我咋不知道？”莱尼表示自己当然没有喜当爹，只是专门雇了个孩子，丰富一下自己顾家好男人的人设。一顾还雇了一对龙凤胎。小男孩运气好，这边演完了，等下还能养阿壳的孩子，2次出演机会相当 nice 呀。伯恩斯站在台上发表重大感言：“各位春天娃们玩的开心吗？开心就对了，接下来还会更开心。”他赶走了孩子的家长们，这才露出大家早就知道的真面目。今天的儿童游玩日其实是儿童上班提前驯化成打工人日，一起当社畜吧！天真无邪的孩子们，飞镖扎破蹦床，旋转秋千送孩子们进场，骑小马的也被丢进了矿洞，碰碰车也全都被中控控制着朝核电厂内部进发。丽莎见势不妙，直接摘了头盔藏了起来。伯恩斯早就开始筹划这个毫无人性的计划了，因为核电厂内有17000个受污染的裂隙，需要孩子们的小手进去修补。孩子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好一个鸿门宴，把咱们骗进来杀是吧？只有八仔笑得开心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哥就是不一样，至少这次路上没放惊悚音乐了，对吧？不是，八仔你小子怎么2坨屎还比上好坏了呢？八仔高兴的太早，话音刚落，伯恩斯的死亡打工人之歌就响，现在他想跑也来不及了。偷看这一切的丽莎后背发凉，就算是伯恩斯这样做也太没人性了。一腔热血让他忘却恐惧，直接上前与邪恶的资本家对峙。一听责任义务4个大字儿，伯恩斯就变得像个下水道的老鼠，直接逃到了南侧隔间里，以为这样狡猾的老鼠先生就能逃过聪明伶俐的猫小姐制裁。没曾想丽莎竟然是被洗手台上的吞拿鱼三明治吓跑的，这场人谁在臭气十足的厕所吃饭？丽莎一走，伯恩斯才注意到厕所隔间里有许多员工的涂鸦，好奇心爆炸的他打算看看员工们都在聊些什么。刚开始挺有趣的，直到他看到有人说自己恶心。脆弱的伯恩斯哪能受这欺负？往下一看，还有恶搞涂鸦，一副逃避的伯恩斯脑浆崩裂，大家都很恨这个老不死的。伯恩斯后悔自己专门戴眼镜了，他吓一大跳，直接转战女厕，说不定那边呢稍微对自己有一点美颜呢。结果一开门就是一个点燃的伯恩斯玩偶，好吧，更加血腥暴力了。他无助的向史密瑟斯吐槽，这股蔑视自己的暗流在涌动，得掐断才行。他计划打入员工内部，毕竟自己的监视器已经被员工们玩坏了。不愧是史密瑟斯，速度很快，一下就找来了专业团队，这可是堪称世界级的伪装队伍，碟中谍的面具专家制作假皮套，另外2位制作新的躯体，伪装顶部还细节的安排了声音调节芯片。一番操作下来，伯恩斯直接焕然一新，年轻了一半。他的新身份是涡轮维修部的弗雷德。午休时间，老莫这个自来熟邀请伯恩斯一起坐下吃饭。一顿饭吃完，伯恩斯正打算敲开莱尼的嘴，深入了解时，几人却说上班时间到了。他第一次觉得员工的休息时间很紧。莱尼害怕的说，不及时回到岗位，伯恩斯就会放狗咬人了。听到犬吠，大家拔腿就跑。躲进房间里后，伯恩斯询问他们仨，放狗很残忍吗？莱尼点头如捣蒜，相当残忍，自己为此可是在胃里打了1个月的狂犬疫苗。伯恩斯良心发作，给他们1人发了1枚水牛捏币。老莫寻思，这新伙计人还怪好的嘞，不如晚上一起去老谋子酒吧小酌一口。到这儿，伯恩斯基本已经被哥仨当做好友了。伯恩斯还没去过那个地方，临走前给史密瑟斯发了个秘密导弹。老莫大手一挥，请伯恩斯来杯啤的，结果用力够猛，给人撞倒。伯恩斯像个翻不过来的王八，在卡尔和兰尼的帮助下站起来了。他客气的说了声谢谢朋友，2人觉得这家伙对朋友这个词似乎蛮陌生的，的确陌生。伯恩斯能有什么朋友？一口马尿酒精蒙蔽了大脑，伯恩斯觉得这几个凡人跳的似乎人还不错。兰尼坦诚道，他们要的只是友谊和尊重罢了。几人高举酒杯，欢呼友谊万岁。关系一亲近，伯恩斯就和老莫一行人干了许多朋友才会做的事儿，例如一起去游乐园，就是这过山车得慎重坐，差点皮套就甩飞了。该说不说，皮套人还是有好处的，这咸口的新骚马蛋不用吞，史密瑟斯都不敢想象不死有多开心。凌晨还给自己传信，周末几人一起钓鱼，伯恩斯不讲武德，直接炸鱼，1人1根，美滋滋。4人组组团给大家表演节目，为了庆祝这新伙计的加入，大家给了他独自表演的机会。哇，没想到他还怪会唱的，平日里边哥没上学唱歌，听一遍就朗朗上口了。大家的欢呼让伯恩斯开始飘飘然了起来，大家真的很喜欢自己。伯恩斯不由得心跳加速，这种血液经由心脏流淌着4肢的鲜活感，好像敲打着他骨自封的大脑。史密瑟斯监控着这一幕，提醒波斯他应该注意到这一点。没想到伯恩斯直接掐断了他的通讯。史密瑟斯急得团团转，他很担心伯恩斯。伯恩斯回家听到他的担忧，表示不屑。担心啥？自己可是刚和朋友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晚。朋友俩则让史密瑟斯大为震撼。伯恩斯不是一直都没朋友，以前有过俩法国发小，结果给自己穿了小鞋。小舔狗着急忙慌的邀功，自己对他的情谊可是超越了友谊的。伯恩斯打断了他的断背山言论，回归正题，自己现在不在乎那些说自己坏话的人了，只在乎他的友情男人帮，这是独属于他们4个人的秘密。可恶啊！史密瑟斯眉头一皱，遇到对手了。老莫一回家就告诉老婆，自己结识了一个超酷的男人，酷过当一个好爸爸和家人们待在一起。虽然和家人待在一起也没那么酷。马基承认自己其实就是对春田镇新来的人抱有怀疑态度而已。马基的话在老莫的心里埋下了小小的种子。转天工作的时候，伯恩斯乐呵呵的询问好哥们儿今晚的社交活动是什么，结果几人事业心还挺重，昨天的悠闲是用今天的加班换来的。不知所以的史密瑟斯还以为这几人对 boss 不好，结果却被伯恩斯骂得夹着尾巴离开了。我去，哥几个惊呆了，新人居然敢这样对小跟班。兰尼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，伤心的史密瑟斯肯定会去喝柚子水浇愁，老吝啬鬼伯恩斯无人保护，作为新有的弗雷德可以代表大家去跟伯恩斯讨一笔体面福利。伯恩斯一听，啥让鲁迅打招呼人？不行不行，自己做不到。何况伯恩斯拥有的可是超全美46州最敏锐的头脑。看到3人一脸殷切的眼神，心头一热。伯恩斯不想让他们失望，一下班就来到了办公室，自导自演了一通戏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伯恩斯有一天会因为友谊2字而难受。更重要的是，弗雷德和伯恩斯讲话居然没被打断，太有
有礼貌了。伯恩斯走出来时，大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这大个子实诚，他们喜欢。史密瑟斯想知道刚才发生了啥，结果伯恩斯却说自己穿上皮套的时候，伯恩斯就死了，自己是弗雷德。不过为了方便讲述，咱们继续称呼他为伯恩斯哈。伯恩斯为友谊更进一步感到喜悦，打算请大家喝2杯。这辈子没这么开心过。老莫也是，这辈子没这么爱上班过。听他如此积极的想去上班，甚至不吃凌晨2点精心烹饪的烤鸡，家人们都和见了鬼似的，生怕他被夺舍了。老莫告诉家人，打工能拿钱还有福利了，你说牛不牛？这都是弗雷德的功劳。马吉很想见见这位传说中的朋友，怎么可以让老莫心情愉悦到忘了周6不上班？不过还是算了，这样大家还能多吃点烤鸡。一到工厂又有惊喜，伯恩斯给大家准备了防辐射手套，福利多了，大家工作也得劲儿了。整个春田核电站成了大家庭，烟囱里都开满了鲜花。伯恩斯还能对员工更好，他能做的事儿太多了，并且是以你的好友弗雷德的身份。看到伯恩斯花大价钱给员工配眼镜，史密斯那个气，毕竟莱尼你小子压根没得近视。现在史密瑟斯为虎作伥，大家一点不怕，一旦弗雷德发力，他就只能跪下。史密瑟斯哪受过这委屈，直接拉着老莫的膀子，打算跟他拆穿弗雷德的真面目。老莫千算万算没算到弗雷德是伯恩斯，不过又如何呢？现在他对大家挺友好的，不如说知道是伯恩斯之后，大家更没负担了。史密瑟斯两手一摊，如何呢？他送礼送的核电厂要破产了，必须回到以前的模式。老莫逼急了，真的不是因为你喜欢以前那个倔强抠老头？史密瑟斯毫不避讳，自己的确喜欢，但你们要是想保住这份微薄薪资的工作，就不该和伯恩斯再来往。老莫和史密斯玩了个文字游戏，不让我和伯恩斯交往，那我就和弗雷德当朋友，反正他不会给2人划等号的。史密瑟斯后悔了，后悔向这个脑子有泡的家伙坦白了。可事实上，回到家的老莫却和丢了魂似的。马就问他怎么了，老莫娓娓道来，主要是他不知道如何跟理想好友弗雷德提出绝交。八仔据说表示自己深有体会，所以才一直摆脱不了眼镜仔。一旁沉默许久的眼镜仔听了个实在，八仔吓一跳，借宿活动早结束了，你咋还在这？也不怪眼镜仔，毕竟他的父母此时在马尔代夫旅游，完全忘了自己还有个傻大儿。第2天上班时，老莫思忖许久，还是决定告诉伯恩斯自己没法和他一起玩了，因为自己得专心工作。看到卡尔和莱尼还在亲近伯恩斯，老莫一个闪身过去，还没开口就听到俩人说伯恩斯是个老家伙，像个使坏的稻草人。不过他们似乎从来没见过他和伯恩斯同时出现，你是不是也讨厌那家伙？老莫吓得赶紧从中调解，之前可以畅所欲言是因为不知者无畏，现在老莫心里悬着块石头，解释大家不是真的讨厌伯恩斯，奉这话一句接一句，可再怎么堵都堵不住莱尼那张妙语连珠的臭嘴。伯恩斯真的生气了，自己给了这么多福利，他们居然忘恩负义，给老子一剑击杀。老莫意识到不妙，一把抱住了伯恩斯，珍珠中扯断了伯恩斯皮套的手。伯恩斯彻底破防了，他以为大家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。弗雷德这个皮套也有了自己的思想，他知道大家喜欢的是自己，而不是伯恩斯这个中之人。现在他作为伯恩斯心中尚存的善念，打算直接杀掉伯恩斯。人机大战一触即发，老莫赶到时，伯恩斯差点被弗雷德压死，他救下了可怜的老家伙。伯恩斯不明白为何大家不能对自己又爱又怕呢？老莫告诉他，答案很简单，因为老板和员工间的剥削关系，这是从血居人时代就存在的东西，生活总是如此。钟表、工会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巩固老板的地位。时间的洪流拉长了阶级间的距离，对于早已习惯的老莫等人来说，所有老板都很懒的话，伯恩斯没必要挤破脑袋成为那个独特的存在。更何况辛普森一家还是得有个大反派来制造矛盾的。伯恩斯觉得在理，黑着脸取消了所有的员工福利，弗雷德这个皮套也将不复存在。看来从此之后再也没人能走进伯恩斯的心了。史密瑟斯恐怕是最开心的人，一个热烈的拥抱预示着黑暗大老板的回归。不过谁又能知道这个伯恩斯是不是真的伯恩斯呢？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写视频我们再见。